嗨，各位朋友们，这集要搭公车去哪玩呢？新店到台北市的交通有捷运，更是有密集的公车路网。我们将从新店青潭出发，搭乘松江新生干线到复兴北村。不仅班次密集，且有一定的历史。这集要玩点不一样的，利用半天的时间，采多次沿途坐车的方式，从新店一路玩到台北，并一探这条路线上的风景和景点。这么精彩的内容，就请大家一定要看完这部影片。在影片开始前，别忘了先按赞、订阅起来哦。我是 Albert， 我是阿芬。从新店到台北，一线公车玩出惊喜，现在出发喽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现在人在新店客运的青潭停车场这里，我又把阿芬请出来了，来跟大家打一下招呼喽。嗨，我是阿芬。嗨，阿芬你好。新店这边有一条路线班次非常的密集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搭乘的松江新生干线啊。这边有个问题要请问一下阿芬啊，你知道以前松江新生干线的号码叫什么吗642。是的，没错。这一集我们就要搭乘松江新生干线，从新店的青潭停车场出发，一路坐到终点，沿途又有着什么样子的景点呢？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坐车喽，走喽！要搭乘松江新生干线，起点站就是位在新店新屋路下方的青潭停车场。松江新生干线沿途行经碧潭风景区、七张、大坪林、景美、万隆、公馆、台湾大学、光华商场、行天宫、台北鱼市，最后经过复兴北村，顺民权东路折返松江路回原线，全程2段票，由新店客运营运。这集啊，我们将多次的搭乘松江新生干线，从新店一路玩到台北。这些景点松江新生干线都有经过。不过露营当天天公不作美，整天都飘着绵绵细雨。但没有关系，雨天浇不熄我们搭车及探点的热情。第一站，我们先在捷运新店站下车，准备开启第一波游走景点之旅喽！捷运新店站旁边就是碧潭风景区，先由阿芬来介绍碧潭沿线的景点吧。根据新店市志记载，碧潭又称为赤碧潭、石碧潭，是新店溪从山区流入新店市区时，因为河面变得较为宽阔，形成类似水潭状的河段，加上河面水色呈碧，因此称为碧潭。顺着新店路走约5分钟，碧潭吊桥就在不远处。碧潭吊桥于1937年正式建成，原名碧桥，可承载约1000人，早期可供人车马通行。现是一座行人专用的吊桥，前后历经3次整修。2013年8月5日，新北市政府将碧潭吊桥列为市定古迹，更是全台唯一附设安全监控系统的吊桥。1990年9月，在吊桥下游处新建全长800公尺之碧潭大桥，于1995年12月完工，成为国道3号重要桥梁之一，为碧潭增添新颖的景观。不过，你们以为碧潭风景区只有碧潭吊桥及河畔景观而已吗？那就大错特错喽！顺着河滨步道往前走，来到一处颇有历史的地方，
相信大家以前在历史课本上一定会读到，这里是刘公圳引水原址，由郭习刘先生于1740年兴建，用于灌溉台北市松山地区的农田。旁边即是刘公圳史迹的纪念碑文。刘公圳现已填平或荒废，仅剩台北市东侧及新北市新店区残留几处水道，但这也是从农业社会转变成工商社会后难以避免的改变。继续往前走，来到往返安坑、新店市区的碧潭桥，于1956年在碧潭下游处兴建，俗称碧潭水泥桥，以便和吊桥分别。曾因新店溪雨季时的凶猛洪水冲毁数次，并历经重建与拓宽。现今碧潭吊桥、国道3号碧潭大桥及碧潭桥，成为在新店溪上老中青的桥梁代表。碧潭桥的旁边就是碧潭堰，第一代的碧潭堰于18世纪兴建，但在2015年遭苏迪勒台风重创。为了修建受损的碧潭堰，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推动碧潭堰改善工程计划，在堰体右岸设立鱼道，让新店溪中的回游生物可借此鱼道上溯至河川上游生活。鱼道中段有设立透明观景窗，有如水族箱一般的观赏体验，可欣赏鱼道中洄游的鱼类。整体工程于2023年7月完工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观景窗上没有看到任何鱼群，但有设置水下摄影机于 YouTube 上不间断直播，也可利用网路来观赏新店溪中精彩的生态画面哦。过了碧潭堰鱼道，来到青晴河滨公园，这里是青晴人工溪流，于2023年8月26日完工，为一座仿自然景观溪流。就近取材新店溪河床之块石，于溪流河道堆叠排列，打造一处安全的戏水区。逛完碧潭周边的景点，我们准备再搭乘松江新生干线前往下个景点哦。松江新生干线的前身要追溯到1996年6月30日，由台北市公车处营运的505正式由景美延伸至新店，并和新店客运一起营运。这也是新店客运第一条联营公车路线。两家业者在新店行驶的动线不尽相同，市公车处行驶中兴路，新店客运行驶北兴路。1998年10月1日，为了与市公车处的505有所区隔，因此独立号码为642。早期是由捷运新店站旁的北兴路发车开往复兴北村，到了1998年12月18日正式延驶至青潭。青潭到复兴北村也成为最熟悉的样貌。市公车处的505则是先缩短至公馆，又因罗斯福路公车专用道启用后，再由景美折返。连接台北罗斯福路6段到新店北兴路的桥梁，是由北新桥与明远桥所共同组成。北新桥的前身是在1921到1965年营运的万新铁路之火车铁桥。1965年万新铁路拆除后，便改建为汽机车可行走的北新桥，于1965年10月竣工。明远桥是纪念天主教的神父雷明远而命名，于1996年1月竣工。右侧则是景美桥，最早的景美桥为1761年为了灌溉台北盆地时所兴建的引水渠道。现在所看到的景美桥则是第4代桥梁，于2010年9月完工通车，采斜吊索拱桥设计，提供汽机车通行，连接台北景文街及新店的顺安街。北新桥、明远桥及景美桥成为景美往返新店相当重要的联络桥梁。
公馆原本是清代朝廷在民间所设的械署之代称，昔日清政府设官署于此地，专司课税纳粮之职。后于同治年间设立公馆街，公馆因而得名。来到公馆商圈，临近台大、台科大及师大公馆校区，提供市民及学生机能完善的购物商圈，涵盖食衣住行娱乐。公馆这带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台湾大学，于1928年设立，在日本时代名为台北帝国大学，1945年正式更名台湾大学，为台湾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，也是台湾学生人数最多的大专院校。新生南北路的前身为1933年，为兼具防洪和排水，新建特1号排水道，也称为枯川，并在水道两旁修筑道路。二次大战后命名为新生南路北路，继续往新生南路方向行驶，来到大安森林公园，有一个称呼为台北市的都市之肺。日本时代曾是一大片的农田。1949年，中华民国空军通信大队也曾在此建立基地，并建设眷村安置，包含建华新村、月如新村、军中广播电台、国际学社等等。直到1989年3月21日，台北市议会拍板定案，将这块地新建森林公园，并拆除眷村，引来当时眷村居民的不满。好不容易谈妥之后，才顺利执行。1994年3月29日，大安森林公园正式启用，现今是台北市相当重要的公园绿地之一。台北市铁路尚未地下化的年代，为减轻行经新生南路和松江路交汇之铁路平交道的负荷，因此在1971年新建一座连接松江路和新生南路的光华桥。在光华桥落成2年后，原先位于安东街与八德路一段共200多家摊商，被迁移安置在光华桥下2层的地下空间，慢慢演变成为贩售3C 产品最有名的光华商场。铁路地下化完成后，加上921大地震使得光华桥桥体结构出现疑虑，因此在2006年1月29日将光华桥正式拆除。2008年7月，原先在光华商场摊商搬迁至光华数位新天地。不变的是，各式电子产品应有尽有，但原本的光华商场仍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。光华桥的石碑现有2座保留下来，分别展示在光华数位新天地及捷运忠孝新生站内的穿堂通道。642的载客生意一向稳定，更是新店地区班次数1数2多的超级黄金线。到了2017年7月5日，因配合台北市新一代干线公车政策，将642正式更名松江新生干线。加密班次之外，还有转乘优惠。从新店客运行驶505、642到松江新生干线，转眼间也有将近30年的历史。但不变的是，这条路线仍会是往返新店、台北的好帮手。旅程进入到中后段，也接近我们下一个要下车的站点台北鱼市。但是这里看起来只有整排的汽车修车厂，附近到底有什么景点值得一去呢？我们先在这里下车一探究竟哦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顺利坐来台北鱼市这里。那台北鱼市这一带到底有什么景点是值得逛逛的呢？现在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咯 ，Go！ 台北鱼市的公车站牌旁边即是第2果菜批发市场，于1985年9月成立，提供生产者、供应商、承销商与消费者最优质专业的服务。
早上贩售新鲜的蔬菜水果，下午都是休市的，但依旧可以进到里面，搭乘3号电梯前往4楼，再往上1层，又或是可搭乘2号电梯直达5楼，就不用爬楼梯了。这里是地上5楼停车场的户外区域，因接近松山机场时跑道头，可以在此捕捉到松山机场飞机降落的英姿，更可以和圆山饭店合影。喜欢飞机的朋友们，可千万不能错过哦。但这附近是否还有其他的赏机景点呢？当然有。顺着民族东路往前走，来到这个巷口，滨江街180巷就在不远处，亦称飞机巷，位于台北市松山区和中山区的交界。这里距离松山机场时跑道头更近了。相较于国内其他机场，飞机巷更具有视觉和声音的震撼力，成为在地人、旅客、飞机迷，甚至是情侣观赏、拍摄松山机场飞机起降的最佳赏机景点。虽然录影当天仍下着雨，不过雨天的飞机上拍摄起来有着和晴天截然不同的氛围。起飞时候飞溅的水花格外震撼，但要提醒大家，松山机场属于军民合用场域，114年8月1号起，针对军民合用场域有制定相关法规，大家在拍摄飞机时，不要拍到松山机场的营区，以免触法哦。逛完这2个赏机景点，我们将最后一次搭乘松江新生干线，经过富北地下道，是一条连接台北市复兴北路、滨江街、大直桥，穿越台北松山机场的地下道。1997年1月20日开始建造，于2006年11月29日正式通车，为世界上少数在正常运作中的机场跑道地下进行施工的案例。这段为单边设站，会经过复兴北路到复兴北村，再转民权东路到民权松江路口，行驶回程松江路、新生南路等，回到新店。从民权松江路口下车，行天宫台北本宫就在不远处，于1943年建立，亦称恩主公庙，主要供奉关圣帝君，是台湾相当知名的关帝庙，由悬空师傅建设而成。行天宫另有2座分宫，分别在北投忠义山及三峡白鸡山行修宫，合称行天三宫。2014年8月26日，为了落实悬空师傅所提倡的问心敬神理念，不再设置香炉供桌，以新香取代线香，成为环保庙宇最佳典范。沿着民权东路往回走，最后来到荣兴花园公园，由民权东路3段、建国北路、五常街、龙江路所围绕的区域，面积共6.5公顷。1968年由鹿港辜家开辟经营，原名荣兴花园，曾经需收费入园。1989年由台北市政府公园处征收接管，2003年整建完成后改称荣兴公园，到了2011年再改称荣兴花园公园。这里为电影《我的少女时代》的取景地点之一，到这里散步逛逛是不错的选择。搭乘同一条公车路线走了这么多的地方，
虽然下雨，但非常的充实。也希望这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OK， 各位朋友，我们顺利的从青潭停车场搭乘松江新生干线，一路玩到终点，而且去了5个不同的地方，相当的充实啊！希望这一集的行程大家会喜欢哦。也谢谢我们这集的粉丝阿芬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Albert， 我是阿芬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